中国经济要崩在哪里？不是在股市，不是在房市，而是民企。就在今年，贵州仁怀一个投资8亿、历时4年的重点生态工程，通过验收才16天，就被地方政府带着200名警力一锅端走。创业者3年维权无门，公司从200多人裁到剩30人，财务压身，连厂区大门都进不去。观众朋友，这不只是企业家的悲剧，而是中国体制深层病灶的缩影。当地方债压顶，招商变陷阱，法院成摆设，民企就沦为唐僧肉，随时被宰。问题是，这样的中国还能撑多久？这样的经济还有未来吗？观众朋友们好，这里是大时局，我是王真。今天我要跟大家聊一个听起来像是黑色幽默，但却真实到让人心寒的故事。地点在哪儿呢？贵州仁怀市茅台镇，一个靠酱香酒闻名全国的地方，本该是投资的热土，却活生生变成了民营企业家的梦魇。故事的主角是重庆泰克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。这家公司专注于环保。2017年，他们在当地政府的招商引资下，参与了仁怀市白酒污水处理厂的 PPP 项目。这可不是小打小闹的工程，而是贵州省的重点生态项目，总投资8.2亿元，每天能处理1.5万吨污水。要解决茅台镇上千家酒企的环保难题，还能覆盖15个村落、1045家酱香酒企业。泰克环保的创办人唐显策今年63岁，是改革开放后首批公派赴德国的环保工程专家。1997年，他回国创办了泰克环保，10几年打拼下来，成了重庆市10大污水处理企业之一。为了这个项目，他拿出了2亿元自有资金，又通过银行和金融机构融资6.2亿元，总投入超过8亿，占股86%，可以说几乎把身家性命都押上去了。根据合同，中标方负责投融资和建设，拥有30年的特许经营权，期满后在无偿移交给仁怀市政府。2018年，项目正式动工，经历4年风风雨雨，终于在2022年5月24号通过环保验收。按照测算，这个厂每年能带来3亿元营收，纯利润能有8000万到1个亿。环保升级，经济起飞，企业有收益，这本该是个多赢的局面。可谁能想到，戏剧性的反转来了。就在验收通过的第16天，2022年6月9号，仁怀市工业和商务局，后来改名为工业能源和科学技术局，突然带着近200名警力和行政人员冲进厂区，当场宣读解除合同通知书。理由是什么呢？所谓重大违约，建设延期了，安全事故了，拒不整改了，反正列了5条罪名，结论就是合同解除。当天员工被集中起来，2小时内必须收拾东西走人。厂区随后封闭，保安把守，泰克环保的人连门都进不去了。更魔幻的是，接管工作的居然是一家名叫北京某某环保公司的企业。这家公司既没经过招投标，也没有任何资质审查，就这么空降接盘，把泰克环保辛苦砸进去的8亿几乎连锅带走。结果呢，3年过去，泰克环保1分钱收益没拿到，却背上了沉重的债务。公司资金链断裂，员工从200多人裁到只剩30人。法院传票堆得有1米高。按理说，法院并不支持这份解除合同的效力。仁怀市政府也口头上承诺过提前回购合理赔偿，还专门成立了所谓的后续处置谈判工作领导小组。可实际呢，3年来就是无限拖延，找部门协商，不是正在开会，就是稍后回电。到今天为止，投资方连厂子的大门都进不去。网友们的评论可以说是一针见血，有人直言开门迎客，关门打狗，人可以走，把钱留下。也有人冷嘲借鸡下蛋，连鸡都不还了。更狠的比喻是，以前这招是用来对付台商的，台商跑光了，现在就开始明抢民企。还有人干脆点破，打土豪分田地，这可是本组织的起家信条，怎么会变呢？
还有一句更刺耳的，超过智商的钱都会被清理掉。呵呵，让你活着已经算仁慈了。时间来到9月24号，贵州省仁怀市政府新闻办公室终于发了通报，说已经成立专班，要全面调查，并且会及时公布结果。隔一天，遵义市政府新闻办公室也出来表态，表示成立由市委政法委牵头的调查组，提及展开全面调查。听起来很严肃，对吧？可问题来了，3年来承诺无数，拖延无数，如今媒体曝光后才突然动作。这次所谓的专班真能带来转机吗？其实泰克环保的遭遇并不是孤立。现在贵州的营商环境有多恶劣？招商承诺的补贴、税收优惠说变就变，完全靠运气。企业维权想走法院，呵呵，司法地方化，拖延成常态。外资呢，近年已经开始撤退。2025年上半年，贵州民间投资直接萎缩15%，超过全国平均水平。网友直接调侃：贵州爽爽的债务，凉凉的投资。看看贵州6盘水的马毅加一案，这位女企业家承接了10多个政府项目，投资数亿元修建市政道路和桥梁，工程验收合格。结果水城区政府欠他2.02亿元，拖欠了整整8年。他跑去上访打官司，最后在2023年11月被控寻衅滋事刑拘，高管被传唤，公司资金链断裂。直到2024年2月，媒体曝光后，贵州省委才成立联合调查组，确认欠款1.187亿元，支付过半，才不再对马毅加一起诉，剩下的钱至今还悬而未决。这件事一度轰动 X 平台上网友怒斥：讨债变罪过，贵州民企谁敢投？从这些事件中，我们不难看出贵州地方政府的困境深重。换个角度说，贵州的现状其实也折射出中国经济下行与地方债务危机的整体困局。早在2023年，贵州省政府就公开承认自己无力化解债务，甚至可能成为首个破产省份。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的报告也坦言，地方债务已经是重大且急需解决的问题，但受限于财力，化债推进异常艰难，单靠自身完全无法解决。数据也很惊人，截至2022年底，贵州省债务余额12470亿元，这还不包括隐性债务。这些钱大多集中在地方政府担保的城投公司，保守估算超过1万亿元。相关报告在网上曾引发热议，但很快就被删除。有评论认为，贵州不过是公开摆烂，等中央来收拾烂摊子。更有人指出，这是中共官僚体系整体腐败与治理失败的结果。评论人士蔡胜坤说得更直白：一个这么贫穷落后的地方，却疯狂举债，山区到处是开发区，成片的住宅和高楼大厦，可山里变化不大，农民还在过刀耕火种的日子。他还警告，一个负债近1万亿的贫困大省，该卖的地卖完了，该挖的山挖光了，该修的路修好了，该盖的房子盖满了，但百姓收入仍然是温饱。算算这笔账，真让人替贵州人捏把冷汗。其实问题可不只是出在贵州，中国多个省份都陷进了同一滩沼泽地。2022年至2024年数据显示，黑龙江、新疆、天津、贵州债务率超400%。2025年上半年，付息支出增速快于财政支出，风险加剧。再加上中共2020到2022年的严厉清零政策，几乎掏空了地方财政。2025年以来，很多地方入不敷出，严重程度超乎想象。什么情况呢？有的事业单位工资迟迟发不出来，年终奖被砍，甚至还得上缴之前拿过的奖金。更奇葩的是，有地方竟然出现发不出工资也没人离职的怪象，背后原因就是地方政府债台高筑。根据中共财政部蓝福安部长公开的数据，截至2024年底，中共政府债务总额高达92.6万亿元，里面地方政府隐性债务10.5万亿，国债34.6万亿，地方政府法定债务47.5万亿。
问题是，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越来越紧，大笔资金都被用于对外大撒币、扩军备战或阅兵等大规模支出。地方烂摊子中央不想管，地方政府只能自求多福。在债务压力几近暴雷的情况下，基层政府本就财力有限，维持正常运转都困难，更别说应付上级的上缴要求。于是地方政府不得不动脑筋创收，唯一能做的就是加大对老百姓和民营企业的盘剥力度。工资被拖，奖金被砍，税费随意变动，招商承诺的补贴也说改就改。对民企而言，这种收割无孔不入，投资、合同、利润原本属于企业的收益，一夜之间可能被拿走，承诺一再跳票，资金链断裂，生存成问题。换句话说，民企在地方债务危机的夹缝中几乎成了活靶子，血汗钱被直接收割。中共财政部长蓝福安亲口承认的数据，揭示出中国经济正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困境，几乎病入膏肓。这种局面直接将党魁习近平陷入进退两难的大坑。看看最新经济数据，中国经济正在全面放慢。2025年8月，零售、制造业投资全线下滑，失业率再升，房价继续受压。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，8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仅增 5.2%， 创去年8月以来新低。社会消费品零售同比仅增 3.4%， 也是去年11月以来最低。前8个月固定资产投资仅增 0.5%， 疫情以来最差。说白了，社保、房地产、人口、医疗、大学就业、地方债、城投债等等，这些看似不同的问题，其实都有同一个根源：体制问题。体制不改，出路就别想有。流亡澳洲的学者袁宏兵就直接说了，中共虽然拼命用高科技洗脑，但大部分民众，尤其是年轻人，已经看清楚了本质。他判断，中共正陷入不可逆的危机。中国再次爆发像苏联、东欧、尼泊尔那样的人民起义条件都差不多成熟了，只差一个导火索。所以泰克环保的遭遇只是冰山一角，地方政府债务沉重，招商承诺反倒成了割韭菜的陷阱。民营企业本应是中国经济的中坚力量，创造就业、拉动税收、推动创新。可如今呢，血汗钱被拿走，承诺被打脸，许多民企宁可选择躺平，不再投资，不再扩张，只求保命。不敢想象，失去民企这根支柱，中国经济究竟还能走多远？观众朋友，你怎么看？这次贵州官方的专班调查，真能给泰克环保带来转机吗？而在中国当下的政治与经济困局中，民企是否早已注定只能沦为任人宰割的唐僧肉？这里是大时局，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，请订阅、分享并打开小铃铛，和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，在黑暗中点燃希望。